都说没有光就没有戏剧，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难以明白，或者太像业内人说的话？对于观众有必要问这样的问题吗？好，那我们不讨论光对戏剧的意义好了，我们要不要回到一个人人都有的经验开始？如果这也是个问题，大家会怎么回答？我们是怎么样看见自己的呢？对于有些人来说，答案可能是没有人是可以真正看见自己的，每个人都是通过别人怎么看见他来看见自己。所以要达到看见自己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被别人看见。而被别人看见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最多人的目光焦点下，那个地方应该是个中间的位置，也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位置，便一定会有光。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Katrin Brack）。常说人生如舞台，这个比喻会成为陈腔滥调，跟它其实是一种真理有关。舞台是空间，人生是时间，两者提供了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当中不言而喻的是，谁会想要靠边站呢？谁会想在暗地里？靠边站跟暗地里的角色就不是主角。然而，每个人都只有唯一一次的人生，谁不希望站在中央的位置，沐浴在美好的光辉里？不用永远，哪怕有那么一刻都好，以致我们无时无刻都有那种想望在心里。舞台的中央虽然不能公平地让每个人雨露均沾，不过不代表没有轮到自己的机会。光代表向往，所以它跟未来关系密切。然而光的未来式也可以成为过去式。只要一切都还是未完成，那无论时间推移了多久，至于人都会是一样的，没有发生就是没有发生。光就是有办法把人从一种对时间的感觉带到另外一种去。被光一照射，那些久久都没有发生的期待，原本是属于未来的，但是因为没有发生，逐渐的光就从未来成为了过去。就是这样，向往变成了遗憾，想象变成了缅怀，没有发生变成了事实，事实变成了历史，也就是虚的变成了实的。吊诡的是，人对历史的兴趣又从来不会只是实事求是。相反的，历史好像也只是一个舞台，用来服务人怎么样看见自己，跟如何被看见。这时候最重要的就还是要回到要有光。因为所有事物之所以能见可见，都必须要透过光来完成，或者更精确地说，要靠着光在物体上产生的反射作用来完成。当我们谈到反射作用，也就是如何从观看作为一种行为，转化成心理的投影。光在心理投影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让人在看得见的表象之下，发现本来看不见的本质。
看得见的表象会让众人得到统一的答案，看不见的本质就是开始去问，为什么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件事物的这个问题。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越是停留在表象，我们得到的越一致；越是触及本质，我们得到的就越不同。是这个吊诡让我们对看见的事物提出了问题。问题为什么既是从本质而来，又可以带着我们寻找本质呢？就如同为什么光放在卡特琳布拉科沉浸在狂风暴雨中所设计的舞台，可以让全部观众看见4个小时只有绿色的纸片不断飘荡的单一画面，却又可以让每一个观众在这个单一画面中自行找到只有自己才能够看见的部分画面。把一张和家人合照的照片放在大家的面前，大家就能体会什么是在人人都看见的单一画面中找到自己才能看见的部分。在观看一张大合照的时候，每个人最快的都是先去找寻自己，看见自己，回想自己当下在现场的感受，然后才把视觉拉开，互相指指点点，交换彼时与此刻有了什么变化。照片是定格的，记忆是流动的。沉浸在狂风暴雨中的舞台上，卡特琳布拉科以单一的物件配合几乎毫无变化的灯光，恍如给了我们一张照片。性质上是独角戏的这出戏剧，只让一个演员坐在舞台上，以回忆的角度、自身的体会，讲述一个移民家族的故事。而这位演员几乎从头到尾都在下舞台，看着舞台中央光区上演的故事。可是这些画面又不只是照片，它们是在光区中下个不停的绿色纸片，看上去虽然没有变化，可是当观众倾听着大大小小的故事片段，绿色纸片便宛如个人生命中的细琐的片刻，在意识中飞舞。沉浸在狂风暴雨中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家族所经营的苹果园，所以绿色既代表了苹果在他们记忆中的意义，也象征了在记忆当中还在成长的主角。这一幕看在没有读过这本小说，也不了解剧中这段历史的观众，是不是就不能意会到卡特琳布拉克设计的意念呢？观众都看到一样是被切割的非常细的碎片，放到我们的意识里。这些碎片虽然不会像舞台上的碎片拥有自己的颜色，不过颜色的感受却因为有不同的个人背景和遭遇而产生不同的反射。相同的是，碎片在沉浸在狂风暴雨中，跟我们的生活里都是想抓也抓不住的各种片刻与瞬间。它们各自不同，它们无法重复，它们不能计算，它们即便被抓住了一片，另外的成千上万片依旧在坠落。沉浸在狂风暴雨中的作者彼得·汉德克是通过了小人物去反射大时代。小人物抓不住的是机运，但是大时代也不能让小人物全部按他的意志去活成相同的样子。成不了英雄，却也不能因为自身的小而免于受到时代的影响。在今天科技把人的时间切割成流量，这些在我们眼前划过的讯息与影像，既是一个时代，却也是我们眼睛看得见，但是手所抓不住的碎片。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置身于这样的现实之外。当意识成为碎片，思想与感情难以有所积累，因为再也很难找到它们的来处与去处。沉浸在狂风暴雨中的舞台设计之所以具有心理投影的作用，
是因为人类还是要通过相信拥有什么来定义个人的存在。不管正在观看演出的人来自哪个民族、什么文化，当眼前有数之不尽的纸片，上一刻还在飘荡，下一秒已经成为地下被覆盖的其中之一。这个意象即便无语，但是他所说的也超越了文本要说的故事。碎片看起来又单薄又没有重要性，但也可以只是表象。人其实也是，一个人在一堆人当中，乍看再也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也可以只是表象。倘若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对这个坐在光区以外的叙事者，台上这对碎片中的任何一张，都是这个故事缺一不可的一部分。这些属于不同片刻的不同回忆，为这个故事创造了不同的感受。所以眼睛看到的是无意义的碎片，心里感受到的是意义的积累。问题是看着碎片一直飘落的眼睛，是不是一定能够产生对于复杂感受的提问？那就决定于照亮这些画面的光，是来自外部世界，还是一个人的心灵。